如果按照地理来说，德国属于欧洲中部，在它的西边就是西欧，在它的东边就是部分的中欧和东欧。如果从历史或者经济的角度来说，西欧就是老欧洲，包括法国、德国、荷兰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东欧是曾经华约阵营的国家。不管从地理还是历史，中东欧曾经都有一个不容易忽视的国家，这个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而如今它已经变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存在感也低了很多。但是它的变化过程还是反映着当时的世界局势。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捷克斯洛伐克。从时间上讲，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国家成立的时间比较晚。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了，这之后有几个主要的继承国，一个是奥地利，一个是匈牙利，还有一个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国家，新的首都就放在布拉格。如果再细分的话，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主要是从奥地利分出来的，而斯洛伐克主要是从匈牙利分出来的。就历史来说，捷克斯洛伐克当中捷克的地位更高一些。捷克的前身是波西米亚王国，是神圣罗马帝国7大选侯国之一，所以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除了奥匈以外，很多重要的产业也都放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地方是当时奥地利帝国以及后来奥匈帝国的工业中心，曾经是世界7大工业国之一，比如著名的轻武器，还有斯柯达。在二战之前，捷克斯洛伐克在一段时间也解体过，时间是在1939年。看这个年份就知道跟当时的德国有关。那时候捷克斯洛伐克周围有一个苏台德地区，居住了大量的德国人。那么德国就想干脆把这个地方并入德意志帝国，那捷克斯洛伐克当然是不同意的，但是他自己的力量太小了。而法国、英国跟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有结盟的条约，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保护国。其实在这之前，这两国已经收到了关于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闪电军事行动的情报，但是他们都觉得这个事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1939年的德国真的是可能的。眼看着布拉格马上要被轰炸，于是德意英法在一起开了一个关于商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划分的问题，最终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而斯洛伐克于次年独立，成为斯洛伐克国。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当时也很懵，自己都没参会，斯洛伐克怎么就成邻国了？德国一边安慰捷克斯洛伐克，我来保护你，没关系的，一边就迅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建立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与斯洛伐克一起成为德国的傀儡国。而在这两国的土地上，就是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核心区，也就成为了德国重要的工业和军事工厂之一。时间来到二战之后，苏美两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捷克斯洛伐克重新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存在。不久之后，捷共成为执政党，而当时的冷战也开始了。美国在欧洲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5年，随着在冷战一线的西德加入了北约，作为回应，苏联也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而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创始成员国之一，并且就在冷战两大阵营对抗的一线。不过仅仅过了10几年之后，这个阵营就开始内斗了，这就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简单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僵化的经济体制让全国的工业产值连年下降。捷共希望进行改革，来创造符合自身国情的市场经济模式，是不是听着很耳熟？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无法自主决定国家命运，改革必须得到苏联的批准。而对于苏联来说，这种改革就相当于向对方阵营靠拢，是绝对不允许让它发生的。但是捷共又迫切地想要进行改革，于是1968年，在苏联的号召之下，来自华约国家的近50万士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也是二战之后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捷克斯洛伐克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来进行抵抗。在几个小时之内，所有的战略要地都被华约士兵占领。苏联作为老大哥这么搞自己阵营的小弟，所以华约内部也开始松动。但是毕竟当时苏联的实力强大，2天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代表被传唤到莫斯科进行谈判，最终通过了莫斯科协议书，内容几乎取消了所有改革项目。因为这次华约国家的占领，导致10几万人逃离捷克斯洛伐克，去往奥地利或者西德。
而其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而在捷共内部也进行了大清洗。再后来，东欧剧变也在捷克斯洛伐克内部发生，而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的矛盾也更加突出。本来想改回原先的国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但是斯洛伐克觉得这个名字不够平等，后来又把国名改成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不过讨论来讨论去，很多矛盾还是无法化解，又受到苏联解体的影响，那干脆也解体吧。于是在1992年的11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通过了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解体法，决定联邦在1992年12月31日自动解体，于1993年的1月1日正式分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两个国家。我们再来分别看一下这两个国家。虽然是从捷克斯洛伐克变成捷克和斯洛伐克，但是因为捷克本身的经济工业要超出斯洛伐克一大截，所以捷克更像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继承国，国旗也没有变化。之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状态几乎是在两个阵营的极端游走，所以这也影响着捷克社会。解体之后，捷克进行了大量的私有化，导致经济快速下滑。不过后来还是找了一条道路，发展也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简单来说，就是当老欧洲的打工仔，尤其是德国。斯柯达也被德国大众收购。捷克于1999年加入北约，在2007年成为申根国。但是最近德国又恢复了边境管制，不过对于不同国家还是有区别的对待。比如从捷克入境几乎全部都要查证件，但是从西边入境，比如说瑞士，那就只是简单的抽查。捷克不是欧元区成员，用的是捷克克朗，整体物价相较于西边国家来说，那是非常非常的便宜。目前捷克还在进一步计划私有化，包括能源和布拉格机场。因为迫切的想融入西方，所以捷克也成为各种意识形态媒体和情报机构的驻地。在国际政治环境当中，捷克有时候的言论和举动也像是对自己的实力和地位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相比较而言，斯洛伐克对自己的认知更加清晰，因为体量小，经济也弱，人口也少，所以它的发展模式就是大量承接西欧的外包业务，尤其是汽车产业。很多汽车品牌都在斯洛伐克建设有工厂，而斯洛伐克也成为欧洲人均汽车产量最高的国家，被称为欧洲的底特律。不过因为体量小，所以受到全球经济周期的影响比较大。斯洛伐克于2004年加入北约，07年成为申根国，09年加入欧元区。虽然是两个国家，不过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关系非常好，毕竟现在都是同一个阵营，而两边的语言也能共同交流。不过对于一些国际外交事务，两国有不同的态度。相比较周边国家，两国在各方面的差距很大，而且大量的产业也被外国企业收购，所以两个地方大量的人才还是会跑到德国和奥地利进行工作和生活。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下期再见。